入夜的迪拜，肖长坤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躯，从市区的酒店赶到了机场。由于购买的返程票是经济舱，所以他只能坐在登机口旁边的硬板凳上，等待着登机口的开启。等待的过程中，他心如刀割地打开金陵慈善基金会的网站，找到了他们的捐款账户，打算向这个基金会转账捐赠30万人民币。之所以选择把钱捐给金陵慈善基金会，是因为他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多搞古玩的都在讨论关于周良运捐了1000万给金陵慈善基金会的事情。今天的周良运在古玩街声名大噪，一下子就成了整个古玩街最靓的仔。有人崇拜他强大的水准，有人羡慕他逆风翻盘的手腕，也有人嫉妒他一晚上就赚了2000万巨款。而周良运也十分干脆，2000万的事情刚传开，他就联系金陵慈善基金会，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万人民币，而且是直接转账，没有半点拖泥带水。周良运之所以要捐出1000万，主要的原因还是想要尽量降低和减缓人们对他羡慕嫉妒的情绪。一个人陡然暴富，必然会让很多人心里难受，可要是赚来的钱一下子没了一半，许多难受的人心里自然就好受多了。肖长坤原本一想到自己要把那30万捐出去，心里就极其郁闷，但一想到周良运捐了1000万，他心里就缓和了不少。此时的他心里也有过犹豫，心想我究竟是现在就把这笔钱捐出去，还是等见了周良运确定他原谅我之后再捐。想到这里，他又暗忖，我要是当面再捐的话，估计会让他觉得我这个人没有诚意，觉悟也不够。这种时候还是别整幺蛾子，先捐了再说吧，最起码能够表明我的态度。就算姓周的非要报警，警察找我的时候，我早就把这钱捐出去了，怎么着也能争取个宽大处理吧。一念至此，他便是咬着牙给基金会转去了30万。转账完成之后，他立刻小心地将转账凭证下载到了自己的手机里，准备回去之后拿给周良运看，求他放自己一马。返程的航班对肖长坤这个年纪又缺乏锻炼的人来说，绝对是一种折磨。经济舱的座椅舒适度比起头等舱来差得太远，再加上航班几乎满员，肖长坤被挤在2个男人中间，这一路坐得十分痛苦。8个小时的航程，他一刻都没能合眼。等飞机在金陵落地的时候，肖长坤整个人感觉已经去了半条命。下机时站起身来，2条腿都不住地打颤。好不容易出了机场，肖长坤立刻掏出一只一次性的口罩戴上，生怕被人认出来。随后在机场门口排了一辆出租车，一上车便迫不及待地对司机说道：你好，麻烦去古玩街。出租车司机见他着急忙慌的模样，笑着说道：一下飞机就这么着急要去古玩街？你也是专程从外地跑来金陵想去捡大漏的吧？肖长坤悻悻道：我是本地人，再说哪有这么多漏好捡，别放漏给别人就算是烧高香了。司机笑道：你一个本地人下了飞机第一时间不回家，而是去古玩街，还说不是想捡漏。说着司机又道：其实别说是你了，连我都想去古玩街捡漏。我们开出租累死累活，一个月也就挣个12000-8000的，人家一晚上就能挣2000万，我开出租开到死也挣不了这么多钱。肖长坤知道他说的肯定是周良运，心里就更是难受，语气也有些不悦地说道：我去古玩街是办事的，不是捡漏的。司机好奇地问：不是去捡漏，那你是还没听说昨天的事吧？说着，那司机也不等肖长坤表态，便兴高采烈地说道：我跟你说，这件事儿特别神奇，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拍。是有几个傻逼买了个造假的文物，想骗古玩街一个老板，谁想到这帮傻逼买的那个假文物其实是……肖长坤肺都快气炸了，他很想冲着这多嘴的司机吼上一句：老子就是你说的那几个傻逼之一。但理智还是让他换了一种说辞：不好意思，我坐了8个小时飞机，太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司机惊奇地问道：哟，从国外回来的？哪个国家啊？肖长坤闭上眼睛，吐出2个字儿：迪拜。
司机立刻说道：哎呦，听说迪拜老有钱了是不是？说他们那个什么帆船酒店7星级还是什么8星级，那个什么迪拜大商场几天都逛不完，真这么厉害吗？肖长坤烦得要死，自己落地没几个小时就滚回来了。迪拜这些地方哪有机会去，现在被这司机念叨几句，心里更是烦得很，于是就气恼地问他：你能别跟我聊了吗？出租车司机有些愤愤地说道：这开出租车不跟客人聊天，还开啥出租啊？再说了，你坐出租不跟司机聊天？肖长坤睁开眼，没好气地问他：我说我累了想睡一会儿，你就非得跟我说话吗？司机有些扫兴地嘟囔道：也不是非得说，那你要休息我就不说了呗，对不对？毕竟公司培训的时候也说了，干我们这行就是客户至上，客户让开空调，咱就绝不能只开窗户，客户让走下道，咱就绝不能乱上高速。客户，肖长坤心里绝望，干脆闭上眼睛不再理他。好不容易挨到古玩街的入口处，肖长坤付了钱便逃下了车，接着便迈步往古玩街走。由于戴着口罩的缘故，进了古玩街倒是没被人认出来。等他来到周良运店门口的时候，却发现周良运店里早已经人满为患，基本都是来付费鉴定古玩的客人。肖长坤不好意思这时候进去，便在路边蹲了1个多小时，一直蹲到周良运送走所有客人，这才鼓起勇气来到店门口。周良运见有人推门，便开口道：不好意思，珍宝轩今天已经打烊了，要是想鉴定藏品的话，明天早些过来，一天只放80个号，看完就不看了。肖长坤闪身进了店里，摘下口罩，有些紧张地说道：那个，周老板你好，是我啊，肖长坤。周良运抬起头来，看着肖长坤，先是一愣，随后才故作好奇地问道：肖先生，你来做什么？该不会是也想把东西要回去吧？不是不是，肖长坤连忙摆手说道：我哪能再找您把东西要回去，我是专程从迪拜赶回来向您道歉的。道歉？周良运微微一笑，也没装傻，直截了当地问道：肖先生是因为张二毛那条朋友圈赶回来的吧？肖长坤也不好意思否认，便点头说道：是。周良运淡然道：这件事情最后还是我得了好处，所以道歉就不必了。肖长坤还没回过神来，以为他说不需要道歉是在跟自己假客气，便赶紧掏出手机，找到自己的转账记录，忙不迭地递过去，恭敬地说道：周老板，我知道您心里一定很生气，毕竟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厚道，不过我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为了表明我这个知错能改的态度，我把那30万全部都捐给了金陵慈善基金会，还希望您看在我主动认错，又连本带利都捐了出去的份上，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更别把这件事情闹到警方那里去。说着，他犹豫再三，还是没好意思下跪，干脆给周良运深深地鞠了一躬，随后双手放在身前，忐忑地看着周良运，等待着他的表态。好。周良运看了看肖长坤手机上的转账记录，将手机递还到他面前，微笑着说道：肖先生，我并没有跟你客气，我是真的不生气，一点也不生气，而且说实话，我从头到尾都没准备报警。肖长坤愣了愣，下意识地问道：您真没打算报警啊？周良运点点头，认真道：真没打算，要报警的话，我早就报过了。说着，周良运又道：你想想，整个古玩街都知道我捡漏赚了2000万，张二毛那条朋友圈一发，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，他们私底下都说你们是财神爷派来的散财童子，我要是这时候再报警抓你们，整个古玩街都会觉得我这人不讲究。再说了，我干古玩这一行也干了这么多年了，知道咱们这行的规矩，不可能因为这点事情去麻烦警察。别说我赚了钱不会报警，我就算真赔了30万，我也不会报警。肖长坤瞬间松了一口气，他最怕的就是整不好会有牢狱之灾。
现在有了周良运这番诚恳无比的回答，他就可以放心了。可是就在他刚松一口气的时候，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既然周良运从头到尾就没准备报警，那我这30万不他妈的白捐了吗？想到这，他心里几乎崩溃，暗骂道：妈的，我手真是贱啊！那么急着捐钱干什么？应该先别急着捐，等看看周良运的态度再做决定啊。现在这钱都捐出去10个小时了，不知道还要不要得回来。随即焦急不已的肖长坤一把从周良运手里把手机抽了回来，迫不及待地找到金陵慈善基金会的24小时捐款热线，直接打了过去。电话一通，对方的接线员便客气地说道：您好，这里是金陵慈善基金会，请问。肖长坤不等对方把话说完，直接急不可耐地问道：那什么，我今天一不小心点错了，给你们基金会捐了30万，能把这笔钱退还给我吗？